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晚上最常见却最容易被忽视的小毛病。大家仔细回想一下，昨天夜里或者最近几天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半夜睡得正香，突然嗓子像着了火一样，又干又涩，疼得难受，嘴里一点口水都没有，舌头像干木板一样贴在上颚，咽一口唾沫都刺了作响。这种干燥感硬生生把你从睡梦中憋醒，你迷迷糊糊摸黑坐起来，赶紧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，咕咚咕咚连喝好几口，甚至喝下大半杯，嗓子里那片干旱的地方才被滋润，才能重新躺下睡觉。有的人一晚上要折腾2-3次，床头的保温杯成了离不开的救命稻草。如果你有这种情况，大概率会觉得只是晚饭吃咸了，白天喝水少，天气干燥，空调暖气开太足，年纪大了，缺水很正常，多喝2口水就完事了。各位老朋友，如果真是这么想，今天的内容你一定要一字不漏听完。作为在临床摸爬滚打多年的大夫，我极其严肃、掏心窝子地告诉大家，半夜反复出现的强烈口干舌燥，绝对不是喝水少那么简单。这就像家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响了，你不能只当是线路故障，这是你身体内部环境亮起红灯，是五脏六腑、血管和免疫系统在深夜向你发出的紧急求救信。我们的身体非常聪明，不会无缘无故在半夜把你叫醒。如果口干频繁出现，喝水只能管一小会儿，很快又干，背后很可能隐藏着6种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。今天我就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，像侦探一样把6种在暗处作祟的隐形杀手一个个揪出来。这不是普通科普，这是能帮你提前好几年发现重大疾病的保命指南。正式开始前，如果你关心自己和家人健康，想晚年少跑医院，少花冤枉钱，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不错过更多实用健康真相。喜欢这种掏心窝子的分享，就在评论区输入1，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现在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，手边有温水就捧着，我们慢慢聊。今天这些话听进去，也许真的能救大命。第一种情况，在中老年群体里，尤其是体型微胖的朋友身上特别普遍，还会折磨枕边人，那就是口干可能来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。说到这个词，大家可能陌生，我换个说法，你睡觉打呼噜吗？普通呼噜均匀平稳，而危险的呼噜是忽大忽小，突然没声音，憋10几秒甚至几十秒，再猛地长出一口气，整晚鼾声杂乱，听着心惊肉跳。这不是睡得香，这是典型又危险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。人上了年纪，咽喉肌肉松弛，平躺熟睡时舌根和软腭后坠，堵住呼吸道，就像烟囱被泥巴糊住，空气进不去。身体为了保命，会让你不自觉张嘴，用口呼吸维持通气。正常人用鼻子呼吸，鼻腔能加湿加温过滤空气，而张嘴一晚上，干燥冰冷的空气像风洞一样刮过口腔黏膜，水分全被吹干，半夜和早上就会口干像裂开的土地，咽喉红肿刺痛，像吞了玻璃碴一样难受。这种病最大的危害不是口干，而是长期缺氧。大脑和心脏一晚上反复缺氧憋气，会让交感神经极度兴奋，夜间血压像过山车一样飙升，很多高血压、冠心病，甚至半夜突发心梗、脑梗猝死，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打呼噜憋气。所以千万别觉得打呼噜是睡得香，建议尽早去医院、呼吸内科或睡眠医学门诊做睡眠监测，医生可能会配口腔矫治器，或建议用家用睡眠呼吸机。别抗拒这个小机器，很多人戴上后第一次睡上真正的好觉，白天不迷糊，口干也彻底断根，这是气道堵塞发出的求救信号。第二种情况，在中老年女性中发病率较高，潜伏得非常深，
如果你的口干夜里干，白天也干，干到吃馒头、饼干等干硬食物，不喝水就咽不下去，嗓子像被强力胶粘住，同时眼睛干涩有异物感，眼泪变少，皮肤像树皮一样粗糙掉屑，鼻腔干燥易出血，关节还时不时疼痛。千万别当成简单秋燥或年纪大津液不足，这大概率是免疫系统出了大问题。医学上叫干燥综合征。简单说，我们的免疫系统本该是保护身体的国防军，却在患者体内叛变，错误攻击唾液腺、泪腺等外分泌腺，导致这些生产津液的工厂停工。喝再多水也只是经过肠胃排出，口腔和眼睛依然干涸，这是全身性自身免疫疾病，不及时控制会让牙齿快速变黑脱落，还会侵犯肺部、肝脏、肾脏和神经系统。我曾接诊过一位快60岁的朋友，常年口干眼干，一直当上火炙，喝菊花茶、胖大海拖了3年，肺部出现严重间质性纤维化，走路都喘不上气，实在让人痛心。如果高度符合这些症状，别再买清热解毒的凉茶，直接去正规医院风湿免疫科抽血检查抗核抗体类风湿因子，查明真相后对症调理免疫，口干眼干就能大幅缓解。这是全身免疫防线发出的求救信。第3种情况是中老年人群中最凶险、发病率最高的问题，口干很可能是糖尿病这个随时引爆血管的定时炸弹在作祟。很多朋友一听糖尿病就觉得自己没测出血糖高，平时不吃糖，肯定不会得。其实大错特错，很多2型糖尿病早中期没有典型的3多1少症状，最早最隐蔽的信号就是持续难解的口渴口干。普通口干喝1杯水就缓解，而糖尿病引起的口干像嗓子里永远有一团火，喝几大杯水只舒服10几分钟，很快又干燥发黏，嘴唇也黏糊糊的。原因很简单，血糖居高不下时，血液变成浓稠糖浆，肾脏为了排除多余糖分，超负荷大量排尿，同时带走身体大量水分，身体处于隐性脱水状态，大脑口渴中枢就会疯狂指令喝水，这就是半夜口干狂饮的根本原因。曾有一位老病号，连续几个月半夜喝光1整暖瓶水，一晚上跑4、5趟厕所，还觉得自己代谢快排毒好，直到眼睛突然看不清，检查发现空腹血糖高达18，出现严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。如果早点重视口干信号，早几个月干预，眼睛绝不会受这么大损伤。所以如果有喝水解不了的口干黏腻，夜里起夜明显增多，明天一早空腹去社区医院扎手指，花10几块钱测空腹血糖，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出现口干，是在警告血糖控制太差。有并发症苗头，别再扛着，赶紧找内分泌大夫调整用药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把血糖稳下来。血糖平稳，口干自然不治而愈。这是代谢系统发出的红色警报。第4种情况是鼻部疾病引起的口干，听起来不那么凶险，却实实在在影响无数人的睡眠和生活质量。很多中老年人年轻时受风寒，工作环境差，老了落下慢性鼻炎，鼻中隔偏曲，鼻甲肥大，甚至长鼻息肉。这些病变在呼吸通道设下路障，造成鼻腔通气障碍，鼻子堵死，喘气不痛快，大脑就会迫使你在睡眠中不自觉张嘴呼吸，和打呼噜原理类似。张口呼吸一晚上，气流带走口腔大量水分，后半夜和早上口干的冒火。还有慢性鼻窦炎患者，鼻腔粘稠，鼻涕道流咽喉，不仅口干，还有咽喉异物感，咳不出咽不下，嗓子干痒，引发阵发性咳嗽。这种口干有鲜明特点，和鼻塞程度紧密相关。夜间平躺时鼻塞加重，口干最明显，白天活动或热水熏鼻通气后，口干就减轻。如果符合这个规律，尽早去医院，
耳鼻喉科诊疗通过药物消炎或微创小手术摘除鼻息肉质，矫正鼻中隔，解除鼻腔阻塞，恢复顺畅呼吸，睡觉能闭上嘴，口干问题就会自然消失。讲完4种西医病因，我们再看中医的智慧。老祖宗调理口干有独到深刻的见解。第5种半夜口干的原因是中医里极其常见的阴虚火旺，把人体比作架在火上烧水的锅。锅里的水是人体阴液，包括血液、津液、汗液。锅底的火是阳气，正常水火相济，阴阳平衡，口腔有津液滋润。年纪增长，肾气衰退，长期劳累、熬夜、思虑过度，就像锅里的水被慢慢熬干，也就是阴液亏虚，水少火就相对过旺，产生内生虚火，虚火灼烧津液，无法上行濡养口腔，就会口干咽喉燥。夜间属阴，阴虚症状更明显，口干加重，还会口苦。判断阴虚火旺有一套组合症状：心烦意乱，莫名燥热，晚上手心脚心，胸口发热，想伸到被子外，下午颧骨发红，夜间睡着出汗及盗汗，舌头偏红，少苔无苔，甚至有裂纹。调理关键是滋阴，远离辛辣、温燥、油炸食物，不熬夜。子时前入睡，饮食上喝银耳莲子羹，泡水用沙参、麦冬、百合、石斛，症状较重的可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服用知柏地黄丸，补足阴液，平息虚火，口干自然好转。第6种情况，同样是体内有火，但和阴虚火旺的虚火天差地别，这是实实在在的胃火旺盛。如果你的口干来得猛烈，口腔咽喉像被火炉烧烤，极度渴望喝冰水和温水，反而更燥。这就是大可喜冷饮的核心辩证指标，同时还会伴有严重口臭，是酸腐恶臭，自己戴口罩都能闻到，说话时别人会下意识躲开。牙龈红肿疼痛，刷牙或吃硬东西就出血，这是胃经火热上熏牙龈导致的。饭量异常变大，吃完很快就饿，这叫多食易饥，是病态消耗，不是福气吃。胃像火力过猛的焚化炉，食物被快速烧光，无法转化成营养，反而耗伤气血津液。胃火还会导致肠道津液被烤干，大便干结像羊粪球，排便困难，用力排便容易诱发血压骤升，引发脑出血。心梗自测方法很简单，看舌头，舌质红，舌苔厚黄干燥，有裂纹就是胃火旺盛的铁证。胃火大多来自不良饮食习惯，长期大鱼大肉、油炸辛辣、饮酒过量，食物积滞肠胃，发酵生热，火邪顺着胃经上熏口腔，灼烧津液，这就是口干。口臭、牙龈肿痛的根源，调理关键是清胃火，核心方法是釜底抽薪。首先要严格忌口，不吃辛辣、油腻、温燥食物，饮食清淡，让肠胃休息。食疗可以喝煮10分钟的绿豆清汤，清热效果最强，吃苦瓜、梨、柚子、生白萝卜，这些食材能清热降火，消食下气症状严重的。可在专业指导下服用藿香清胃丸、清胃黄连丸、牛黄清胃丸，不同药物侧重不同，务必辩证使用，通过清淡饮食、清凉食疗合理用药，清理肠胃积热，保持大便通畅，把体内火气从下方排出，胃火平息，口干、口臭、牙龈肿痛、便秘等问题都会彻底消失，恢复口腔湿润，吃得香睡得好的健康状态。各位老朋友，今天我们把半夜口干背后的6大真凶，从睡眠呼吸暂停、干燥综合征、糖尿病、鼻部疾病，到中医阴虚火旺、胃火旺盛，里里外外彻底剖析。我讲这些不是制造恐慌，而是想告诉大家，身体的小毛病都是善意提醒，是器官写给我们的家书。读懂这些信号，及时检查，调整生活习惯，科学干预，就能把大病消灭在萌芽状态，拦住中风、尿毒症、免疫崩溃等问题。如果忽视不理，
固执认为只是老了，缺水了，小病拖成大病，最后只会让自己受罪，连累儿女，花掉积蓄，失去晚年尊严，这才最让人痛心。医学的最高境界是上医治未病，我们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晚年最好的养生不是昂贵补品，而是无疾而终。眼睛看得清，耳朵听得见，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，不拖累儿女，腿脚灵便，这就是最大的福分。今天内容干货多，信息量大，记不住没关系，赶紧点赞、收藏、转发到家庭微信群。你的一次转发可能帮家人避开重大疾病，挽救一个家庭，这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有没有半夜口干的情况，平时怎么调理，有什么养生小妙招，大家一起交流进步。最后，衷心祝愿屏幕前每一位朋友都拥有不干不燥、水润健康的身体，吃得香，睡得好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